我家拆迁补偿款到账的那天晚上，老公林飞给我做了一桌子菜，我以为他要跟我庆祝，结果他拿出一份离婚协议，说我们好聚好散吧。我愣住了，他不知道的是，3天前我妈就让我撒了一个谎，你就跟她说拆迁款全部被你爸赌输了，1分钱都没有。婆婆翻脸比翻书还快，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们全家都是废物，别耽误我儿子的前途。后来得知真相的老公拿着白血病晚期的报告跪在我面前，求我救他一命。我低头看着林飞，把他说过的话还了回去，你不是教会我了吗？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一直觉得夫妻作为利益共同体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考验的，更何况我和林飞从大学就在一起，直至今天，我并不认为他会因为这种事情离开我，但现在我知道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林飞给我倒上酒，跪坐在我面前，语气中带了几分语重心长，这赌博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你爸这次能把钱全输光，下次就还能借钱再去赌，到时候不只是你家，就连我家也要搭进去。婆婆见我不吭声，也在一旁搭腔，是啊，你嫁到我家这么多年，1分钱没赚过也就算了，孩子也生不出一个，现在还要我们帮你家还钱，你这不是拖累我儿子吗？嫁到林家后，我从未和婆婆吵过架，但这次我有些忍不住，我看向林飞，一字一顿，你也觉得我是拖累吗？林飞低下头，我从他的表现中读懂了一切。如果是我爸赌博输了，我肯定会先和你离婚，保全你一家。我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婆婆还在一旁喋喋不休，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如果换做常人，会像林飞这么想，我一点都不意外，可林飞不一样。当初林飞作为贫困生，是我爸资助他完成学业，又在毕业后托关系给他送到亲戚家的公司做高管，而我作为海大高材生，也毅然放弃了深造的机会，陪在他身边尽心支持他的事业。因林飞的身体问题，我们一直要不上孩子，为了保持他在外的人设，我打了3年的排卵针，身体被副作用搅得天翻地覆，我一下子释怀了。或许婆婆说的是对的，我不应该继续拖累林飞了。如果我真的把拆迁补偿款给了林飞，不但没办法换回在家中的话语权，反而会被他继续拿捏，我的后半生就要毁在这个白眼狼身上了。正想着，林飞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我翻看协议，嘴角再次勾起冷笑。老婆，我们要是离婚了，对你没有损失，我们没有孩子，房子留给你，车平分就好了。表面上林飞很是大度，可这份协议处处是坑。房子虽然是他家付的首付，可后续的贷款一直都是我家在还，车子更不用说，他的车是10年前的旧款，我爸送了他一辆新款，就车落在了我的名下。而他所谓的房子留给我，就是要我将房子一半的价值以现金形式交付到他手中，新车自然也是不会还给我，我只能拥有他的旧车。见我犹豫，林飞连忙递上笔，放心吧老婆，我不会让你吃亏的。我冷哼一声，嘴上说着不让我吃亏，其实算盘打得叮当响，房子一直都是我家在还贷款，凭什么离婚还要我给你一半的钱？婆婆见我不上当，和老公开始了一唱一和，这房子虽然是你家在还钱，但也是你家在用啊，你爸妈1个月来一次，比收水费的还勤，你看这么多年，我们林家对你也不错。是啊，老婆，以后让你爸妈直接搬过来，跟你也有个照应。婚前我爸妈就想在我的对门再买一套房子照应我们，是林飞一家百般阻拦。婚后他妈以让我们安心备孕为由，搬到我们家中3年，现在却又说房子一直都是我父母在用，简直可笑。我已经懒得理会林飞，钱我不会给你的。林飞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半晌才从牙根挤出几个字，那就法庭见。我看向面前的男人，像是从来没认识过他。你已经知道我们家陷入绝境了，还要从我手里抢钱，你是想逼死我吗？婆婆撇了撇嘴，一脸不屑，谁让你听不懂人话呢？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否则我儿子给你告上法庭，债主也找上门，你们家谁也别想好。婆婆语气逐渐变得阴狠起来，到时候你父母被打得缺胳膊少腿，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婆婆的话让我气血上涌，这一家子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洗我家的血，根本不记得我们家付出了多少。林飞拦在婆婆面前，妈，别这么说，样样不是这么不明事理的人。林飞转过身，将我抱在怀里，下巴抵着我的头顶，语气温柔的像我们新婚那夜。样样，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想想，你爸那个无底洞咱们填不满的。离婚不是抛弃你，是保全我们各自剩下的东西。我靠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那颗心曾经为我跳过无数个深夜。我加班到凌晨，他给我送夜宵，我打排卵针发烧，他整夜握着我的手。可此刻，我只觉得那心跳声像倒计时。林飞，我推开他，看着他的眼睛，如果没有我家的资助，你现在会在哪里？他愣了一下，眼神闪躲。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你住的房子贷款是我家在还，你开的车是我爸送的新款，你的工作是我爸托关系找的，你现在跟我提离婚，还想要分走一半房子。婆婆啪的一拍桌子，你少翻旧账，我儿子能有今天，那是他自己争气，你们家是出了点钱，可这些年我儿子给你家当牛做马，早就还清了。当牛做马，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做什么了？我儿子每个月给你爸妈打电话问候，逢年过节还买东西去看他们，这不叫付出？你爸妈来家里住，我儿子端茶倒水的，这不叫伺候？婆婆叉着腰，越说越理直气壮。我转头看向林飞，你也这么想？林飞低下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眼神变得坚硬。样样，咱们就事论事，现在是你爸赌博输了钱，不是我造成的。
我不能因为你家的烂摊子搭上我后半辈子，好一个就事论事。我点了点头，心里最后一点温度也凉了。我想起3天前妈妈打来的电话，样样拆迁款下来了800多万，妈妈的声音带着兴奋。你爸说给你和林飞换个大房子，剩下的存起来。我当时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可妈妈话锋一转，不过你先别跟林飞说，你婆婆那个人我太了解了，你听妈的，先撒个谎，撒什么谎？你就跟他说拆迁款全部被你爸赌输了，1分钱都没有。妈妈的声音很平静，我要看看你那个好老公到底是图你这个人，还是图咱家的钱。我当时还埋怨妈妈，林飞不是那种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那种人？试过才知道。妈妈叹了口气，样样，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男人在钱面前的样子才是真的样子。你听妈的，就是这一次，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答应了。现在想想，妈妈真是火眼金睛。我看着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忽然觉得很可笑。他连1天都没有等，拆迁款到账的当天晚上，他就拿出了离婚协议。他甚至没有问我一句你还好吗？你爸的事需不需要帮忙？他只关心怎么从我身上撕下最后一块肉。林飞，我拿起那份离婚协议，慢慢撕成2半。我不会签的。婆婆脸色一变，你敢撕？你知道请律师写这份协议花了多少钱吗？那是你们的事。我把碎片扔进垃圾桶，既然要打官司，那就打吧，我倒要看看法院会不会支持你们这种白眼狼。林飞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倒在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手指着我，陈样，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爸赌博是事实，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拖着我一起还债，我完全可以申请离婚，并且要求你赔偿。我赔你什么？我冷冷地看着他，赔我精神损失，赔我这些年的时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生不出孩子，我都没嫌弃你，你现在还想拉我下水？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完全不像我认识的那个人。婆婆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不能生蛋的母鸡，留着有什么用？要不是看你家有几个臭钱，我儿子能娶你？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扎进我心脏。3年排卵针，每天往肚皮上扎1针，扎的肚皮青紫一片，那些针孔到现在还有印记。我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放弃了身材，放弃了健康，换来的就是一句不能生蛋的母鸡。我没有哭，我只是很平静地拿起手机，给妈妈发了条消息，妈，你说的对，我今晚就回家。然后我拎起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我住了3年的家。身后传来婆婆的尖叫声，你走了就别回来，有本事打官司，看谁拖死谁。我回到娘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客厅等我，她看到我的表情，什么都没问，只是给我倒了杯热水。离了？还没。我坐在沙发上，把林飞要离婚的事说了一遍。妈妈听完冷笑一声，我就知道当初你爸说要资助他上学，我就不同意。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男人，将来能有什么担当？你爸非说他上进有潜力，现在好了，潜力没看到，白眼狼倒是养出来了。爸爸从卧室走出来，脸色很难看。他当年力挺林飞，觉得这个年轻人肯吃苦懂感恩，现在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坐在我旁边重重地叹了口气。爸妈，拆迁款的事，我犹豫着开口，钱还在，1分都没动。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样样，你想怎么做，爸都支持你，打官司也好，离婚也好，咱家不差这个钱。我摇了摇头，我不想打官司，我就想让他知道什么叫大难临头各自飞。妈妈看着我，你有主意了？我咬了咬嘴唇，妈，你继续帮我演戏，就让他以为咱家的拆迁款真的被我爸赌光了。他不是要离婚吗？我成全他，但我不会让他拿走1分钱。妈妈点了点头，你放心，妈为了你什么戏都能演。接下来的3天，我没有回那个家，也没有接林飞的电话。他给我发了10几条微信，从老婆你回来我们好好谈，到陈样你别太过分，再到你等着收法院传票吧，语气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耐烦。第4天，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林飞起诉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包括那套房子的1半价值和那辆新车。我拿着传票笑了，那套房子的贷款每个月8000块，从我爸妈的账户直接转给林飞，再由林飞去还贷，转账记录清清楚楚。那辆新车是我爸全款买的，发票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林飞那辆旧车是他婚前财产，跟我没关系。至于存款，我们家的存款一直各管各的，我的工资每个月都转1半给妈妈存着，林飞的钱他自己管。结婚3年，我存了40多万，他存了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没我多。如果打官司，他不但分不到什么，可能还要倒贴，但我不会现在就亮出底牌，我要等他把所有的丑陋都暴露出来，等他把所有的路都堵死，等他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时候，再把那些证据一张一张甩在他脸上。就像妈妈说的，男人不摔到谷底，永远不知道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离婚冷静期是30天，这30天里，林飞和婆婆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婆婆跑到我爸妈家闹事，她站在楼下扯着嗓子喊，陈家赌博输光了拆迁款，还想坑我儿子的房子，大家评评理啊！我妈二话不说，端了一盆洗脚水从窗户泼下去，泼了婆婆一身。婆婆尖叫着要报警，我妈在楼上慢悠悠地说，泼水而已，又没泼硫酸，你要是再闹，
下次就是开水。婆婆灰溜溜的走了。随后是林飞，她冲到我的单位大闹，她跟我领导说我有精神病，需要休假治疗，想逼我停职。幸好我提前跟领导打过招呼，把家里的情况说清楚了。领导是个明白人，直接让保安把林飞请了出去。最后，林飞请了个律师，给我发了一封律师函，说我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查封我的银行账户。我拿着律师函，差点笑出声。我只是让律师给他回了一封信，我方当事人愿意配合调查，请对方提供证据。这还是林飞给我提供的思路，拖到他自己露出马脚，拖到他着急，拖到他犯错。而在这期间，我做了一件林飞绝对想不到的事，我托人查了林飞的体检报告。他最近半年总是说累，脸色发白，偶尔还会流鼻血。我一直以为他是工作压力大，还给他买了各种保健品，但现在我不伺候了，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林飞的体检报告显示白细胞异常升高，血小板减少，最后的诊断结果提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已经是高危型，需要尽快化疗和骨髓移植。报告是1个月前出的，也就是说他在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没有告诉我，而是等到了拆迁款到账的那天晚上才跟我提离婚。我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是因为我家破产才要离婚，他早就想离了，拆迁款只是一个导火索，或者说他以为拆迁款被我爸赌光了，觉得我家的剩余价值已经被榨干，不如趁早脱身。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病需要很多钱，化疗、靶向药、骨髓移植、抗排异治疗，没有100-200万下不来。他以为他能瞒着我，先离婚分走一半财产，然后再用自己的存款治病。我拿着那份报告在房间里坐了很久，我想起刚结婚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样样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现在他要死了，而他只想保护的是他自己的财产。我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林飞得了白血病。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你想怎么做？妈妈问。他还没告诉我。我说我要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跟我说实话。离婚冷静期的第15天，林飞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样样，我们能不能见一面？有什么事电话里说。我身体不太好。他犹豫了一下，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医院？我心里冷笑，他终于要说了吗？你身体怎么了？林飞沉默良久，最终还是低低叹了口气，你来了就知道了。我答应了。见面那天，林飞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嘴唇发白。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外套，但依然遮不住消瘦的身形。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的眼眶红了。样样，他伸出手想拉我，我躲开了。有什么事快说。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报告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正是我之前看过的那份白血病诊断书。我得了白血病。他的声音在发抖，晚期了，需要尽快化疗，还要做骨髓移植。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所以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样样，救救我！你家拆迁款肯定没全输光，对不对？你爸赌博的事是你编的，对不对？我打听过了，你们家拆迁分了800多万，你妈还去银行存过钱。我心里一惊，她居然去调查了。但我并不惊慌，因为妈妈存钱用的是她的名字，那是她的个人财产，跟我无关。就算林飞知道有这笔钱，也拿不走。你调查我？我冷冷地看着他。样样，我也是没办法。他跪着往前挪了几步，抓住我的手。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你提离婚，我是一时糊涂，是我妈怂恿我的，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等我病好了，我好好跟你过日子，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低头看着他，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林飞，我蹲下来跟他平视，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他愣了一下，你说如果是我爸赌博输了，我肯定会先和你离婚，保全你一家。我一字一顿地重复他的话，你还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才是明智的选择。他的脸一下子白了。样样，那是我说的气话。气话。我站起来甩开他的手，你跟你妈跑到我家楼下闹事，也是气话。你到我单位说我精神病，也是气话。你请律师告我转移财产，也是气话。他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林飞，我告诉你，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教会了我一件事，夫妻就是利益共同体，有利则合，无利则分。现在你生病了，需要花钱了，你觉得我对你还有利吗？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样样，你不能这样对我。从大学到今天，我们在一起8年，你跟我提离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你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为你打了3年的排卵针？她哭得说不出话。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旁边，冲过来就推了我一把。陈样，你还是不是人？我儿子都快死了，你还在这说风凉话。我被他推得踉跄了2步，站稳后看着他，伯母，你儿子快死了，你还有力气推人，不如省点力气，想想怎么筹钱吧。婆婆气得脸都绿了，你家有800多万拆迁款，你拿出来给我儿子治病怎么了？那是你老公。老公，我笑了。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他可就不是我老公了。我们还没离。婆婆尖声叫道，离婚冷静期还没过，你还是他老婆，你有义务救他。我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法律上我们还是夫妻，所以我有义务救他，对吧？婆婆以为我松口了，连忙说，对，你赶紧把钱拿出来，我儿子还有救。行，我说，那我就尽我的义务，我每个月给你2000块生活费，够你吃饭的了。至于化疗、移植那些，你自己想办法。婆婆傻了，2000块
够干什么的？化疗一次就要好几万，那就没办法了。我耸了耸肩，我的工资就那么多，总不能让我去卖血吧？林飞跪在地上，抬起满是泪水的脸看着我，样样，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变了。我深吸一口气，林飞，是你先变的。不，也许你没变，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只是我以前瞎了眼。我转身要走，林飞在身后大喊：陈样，你要是敢走，我就去法院告你。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你不救我，你犯法。我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他，他以为我怕了。我笑了笑，你去告啊。法律是规定了夫妻抚养义务，但法律也规定了一方在婚姻中有重大过错，另一方可以免除或减轻义务。你婚内转移财产、恶意诉讼、精神虐待，你觉得法院会站在谁那边？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林飞给我打了17个电话，我一个都没接。他又发了几十条微信，从老婆我错了到求求你救救我，再到你不得好死，语气跟之前一模一样，只不过多了几分绝望的疯狂。最后一条微信是：陈样，你要是敢来领离婚证，我就死在你面前。我回了一句：那记得选个离医院近的地方，抢救方便。他再也没有回消息。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林飞没来，我等了半个小时，给他打了电话，他接了，声音沙哑：我不会签字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签字也没用，离婚冷静期已经过了，我单方面申请离婚，法院也会判离，你拖着有什么意思？拖到法院判你抚养我。他吼道：我现在是病人，法院不会不管我。我叹了口气：林飞，你是不是没咨询过律师？夫妻抚养义务是基于婚姻关系存续，只要法院判决离婚，抚养义务就终止了。你拖着不离，最多就是多拖几个月，这几个月里，你的病能等吗？电话那头沉默了，我查过了。我继续说，你的白血病是高危型，如果不尽快化疗，癌细胞会扩散到中枢神经系统，到时候就算有钱也就不回来。你确定要把最后的时间浪费在跟我打官司上？你到底想怎样？他的声音终于软了下来，出来签字，离婚协议按我之前提的条件来，房子归我，车子个归个，存款个归个，你净身出户，我放你一条生路。净身出户？他苦笑，我凭什么净身出户？凭你婚内过错。我说，所有证据我都有，上了法庭，你不但分不到钱，还要赔我精神损失费，你信不信？他沉默了很久，好，他终于说，我签。林飞愣住了，这些话是我那个律师朋友教我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证据，他提离婚时的录音，他发我的威胁微信，他到我单位闹事的监控录像，他请律师诬告我转移财产的律师函，他以为他是猎人，其实他才是猎物。还有，我补充道，离婚冷静期还有15天，你要是等不及，可以主动撤回离婚申请，但就算你不撤，15天之后我也会去领离婚证，到时候你就彻底跟我没关系了。林飞的脸灰白如纸，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老天爷啊，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遇上这么个狠心的女人啊。我没有回头，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靠在墙上，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我的手机响了，是妈妈发来的消息，怎么样？我打了几个字，搞定。她彻底慌了，妈妈秒回，好样的，记住千万别心软，这种人你给他1分，他就敢要10分，你给了1次，他就赖你一辈子。我盯着屏幕，心里却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涩，不是为林飞，是为我自己。5年青春，3年排卵针，无数个为他熬夜加班的夜晚，全都为了狗。下午3点，林飞出现在民政局，他瘦得脱了相，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走路都在晃。婆婆扶着他，眼睛红肿，看我的眼神像看杀父仇人。工作人员照例问双方是否自愿离婚，林飞咬着牙点了点头。我平静地签了字，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林飞忽然抓住我的手，样样，最后问你一句，你家拆迁款到底有没有被你爸赌光？我看着他笑了，你猜？他的脸扭曲了一瞬，然后松开手，转过身去。婆婆扶着他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回头恶狠狠地说，陈样，你会遭报应的。伯母，我说，我等着。离婚后第3天，林飞住院了，他的病情比他自己以为的更严重，医生说再不化疗，最多活3个月。婆婆到处借钱，可亲戚朋友都知道林飞得了白血病，借出去的钱大概率打水漂，谁也不愿意掏。他跑到我爸妈家楼下跪着哭，求我家出钱救我前夫。我妈从窗户探出头，喊了一句，姑娘，你跪错地方了，你应该去跪医院，让医生给你儿子打折。婆婆气得差点晕过去，她又去找林飞单位的领导，想让单位组织捐款。领导说林飞已经辞职了，跟单位没关系了。实际上林飞是被辞退的，他这半年工作状态越来越差，早就被边缘化了。走投无路之下，林飞发了一条朋友圈众筹，标题写着27岁白血病患者求生，求大家帮帮我，我还想活下去。配图是他的诊断书、住院照片，还有一张银行卡号。我看了一眼，没点赞也没转发。不是我冷血，而是他在发这条朋友圈之前做了一件让我彻底心寒的事。他在网上发帖造谣我，标题是前妻家有800万拆迁款，却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帖子里把我描述成一个冷酷无情、见死不救的恶妇，说他为了我放弃了一切，我却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他。帖子下面几百条评论全是骂我的，这种女人就该下地狱，800万都不肯拿出来，
还是人吗？你前夫真是瞎了眼娶你。我没有回应，但我把所有评论都截图保存了。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律师，以诽谤罪起诉林飞。法院很快立案。林飞收到传票的那天，在病房里砸了所有的东西。他给我打电话，声音歇斯底里：陈样，你还要怎样？我都快死了，你还不放过我？你发帖造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会告你？我平静地说，我那是走投无路，我没办法了。你没办法就可以造谣。我说，林飞，你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我本来就不该得这个病。他哭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我知道他得病不是我的错，更不是全世界欠他的。官司打了3个月，林飞一边化疗一边应付诽谤案，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化疗的副作用让他吃不下东西，掉光了头发，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他的众筹只筹到了8万多块钱，远远不够治疗费用。婆婆到处卖惨，但亲戚朋友都被他借怕了，谁也不肯再掏钱。期间林飞的律师联系过我，想让我撤诉，条件是林飞公开道歉并删除帖子。我同意了。林飞录了一段视频，对着镜头说，我之前发的帖子内容不实，陈样女士没有霸占我家财产，拆迁款是她父母的个人财产，跟我无关，我为我的不当言论道歉。视频里她戴着帽子，脸色蜡黄，说话有气无力。评论区有人说，她都这样了，你就原谅她吧。也有人说，活该，当初想离婚分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我把视频保存下来，然后撤诉了，不是因为心软，是因为我觉得让他活着承受这一切比让他死更痛快。又过了2个月，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会，接到一个电话，是林飞的妈妈打来的，她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陈样，林飞她走了。我愣了一下，今天凌晨3点抢救了半个小时没救回来。她说完就哭了，他最后一直在喊你的名字。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你能不能来送他最后一程？婆婆的声音里带着祈求，他生前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他想当面跟你道歉。我沉默了很久。好，我说，追悼会那天我穿了一身黑，林飞的遗照摆在大厅中间，照片上的他还是3年前的样子，年轻帅气意气风发。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他搂着我在海边拍照，说，陈样，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受委屈。才3年。婆婆看到我哭着扑过来，样样，对不起，是妈不对，是妈当初怂恿他离婚的，你原谅妈好不好？我扶住他，没有说话。我走到灵前，看着林飞的遗容，化妆师给他化了妆，但依然遮不住病痛留下的痕迹。我鞠了3个躬，然后我把一张纸放在了灵柩里，那是一张复印件，他当初写给我的离婚协议，背面我写了一行字，林飞，你不是教会我了吗？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听到婆婆在后面嚎啕大哭。走出殡仪馆，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给妈妈发了条消息，妈，都结束了。妈妈回了一个字，好。然后她又发了一条，晚上回来吃饭，妈给你炖了排骨。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红了眼眶，不是为林飞，是为我自己。后来我把那套房子卖了，林飞家出的首付，我折成现金还给了他妈妈，不多不少，正好是他当年出的那个数，1分利息都没加。婆婆拿到钱的时候，哭得更厉害了。样样，你这这钱是你儿子的，我还给你，以后我们两清了。他抓着我的手不肯放。样样，你是个好孩子。是林飞没福气。我抽出手，转身走了。那辆车我也卖了，卖的钱加上我存的40多万，加上爸妈给我的嫁妆，我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小公寓，不大，但够我住了。我把排卵针期间发胖减不下来的肉练成了肌肉，把丢掉的专业捡起来考了一个证书，把3年没见的朋友约出来吃了顿饭。他们说我变了，变漂亮了。他们说，我笑了笑，是啊，离开一个消耗我的人，就像卸下了压在身上的石头，我终于可以喘口气，终于可以做自己。妈妈有时候会问我，样样，你还想再找吗？我摇摇头，不急，先把自己过好。妈妈没有再问。有一天晚上，我翻到了林飞最后发的那条朋友圈，是一张他在病床上的自拍，配文是，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会放开你的手。下面有人评论，兄弟，你前妻真不是东西。也有人评论，你自己的选择，怪不了别人。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朋友圈。如果重来，不会重来了，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押上全部筹码的傻姑娘了。我用了8年才看清这一点，好在8年虽然不短，但余生更长。